老皮家又一个平静祥和的日常被梅根的一番请求打破。他说他想邀请一群朋友来家里开派对，至于开派对的原因，梅根没有明说，只是疯狂眨眼睛暗示。皮特和路易斯大惑不解，从梅根来出潮猜到女儿要结婚，最后科尔斯看不下去了，直接告诉这对不称职的父母，他们的女儿下个礼拜要过生日了。饺子自告奋勇去当梅根生日派对的策划人，做了个传话筒，非得跟小布面对面慢传。小布心说特么的别戏精了，表面上却还是很配合饺子过家家。别的不说，这对经常唱双簧的搭档感情还可以。在举办生日派对之前，皮特和路易斯遇到了一个大麻烦，他们忘记梅根到底多少岁了。皮特一直以为是路易斯在负责记这事儿。路易斯说：“你没发现去年生日派对他就是靠弹钢琴搪塞过去的吗？”可怜的梅根摊上这样的父母也是倒了血霉。两口子决定去套梅根的话，把年龄情报神不知鬼不觉的套出来。皮特对梅根说，他准备了16个生日蜡烛，不知道是多了还是少了。梅根立即察觉到爸妈根本不知道他多少岁了，气得摔门而去。梅根17岁生日那天，亲友们相聚一堂，其乐融融。皮特的老爹也跑来祝贺。窝瓜男本性难改，开始尝试一口气撩3个纯情小妹妹。梅根对生日派对的布置很不满，因为她已经是17岁的大姑娘了，老爸却还是给她搞这些哄小孩的东西，什么吹气球、给小驴贴尾巴，她光是看着都觉得丢人。路易斯安慰女儿说，要体谅老爸的良苦用心，等会儿还有个大惊喜在等着她。话音未落，大惊喜就出现了。皮特打扮成了一个邋遢滑稽的小丑，从灌满皮子的胃里抽出了一堆衣服，把梅根恶心到差点吐出来。老爸的惊喜靠不住，幸好还有亲戚朋友们送的礼物。梅根转头一瞧，饺子已经擅自把他的礼物全拆了，还企图霸占。路易斯对饺子这种什么都想要的臭毛病已经不厌其烦，大喜的日子也懒得再修理他。老爹很看不惯皮特的小丑打扮，要求他把衣服换回来。皮特拍拍老爹的肩膀说：“看儿子给你露一手长长脸。”说着就喊上大家，当众表演起了楼梯骑独轮车。也不知道是皮特技术不过硬，还是酒喝多了，他一个失误从楼梯上摔下去，直接将自己那200多斤的肥肉压在了老爹身上。大家赶紧叫来救护车，可惜老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。皮特在病床前懊悔地说：“对不起老爹，虽然我压断了你的肋骨，挤烂了你的肾，戳穿了你的肺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我爱你。”听了儿子这番感人肺腑的话，虽然老头没有废了，老爹呀颤颤巍巍地睁开眼睛，让儿子凑近到面前，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留下了一句遗言：“皮特，你这个又肥又臭的罪逼！”随即撒手人寰。老爹的意外去世给皮特家蒙上了一层阴霾。家人们齐聚餐厅缅怀老头之前，路易斯和小布先跑到外面大哭一场。他们挤出悲伤的表情，说老爹虽然生前像屎一样对待家人，但他是个好父亲。老爹的遗言让皮特很伤心，以后他每次回想起父亲去世，都会记起这句又肥又臭的罪逼。路易斯趁机劝解说，皮特确实饮酒无度，现在应该痛定思痛，少喝一点。皮特想的却是喝酒导致他出意外导致老爹去世，四舍五入就是啤酒杀死了他爸爸。带小子皮特当场地誓，从此以后滴酒不沾，有违此事，天人共诛之。然后转天他就开始嗑药了。小布大骂他脑子秀逗了，谁说不喝酒就得嗑药？他这是想早点去见老爹。小布建议他去见心理医生，找出他酗酒的深层心理原因。在心理医生的催眠疗法作用下，皮特回忆起了尘封多年的往事。老爹不是他的亲生父亲，他连忙去找老妈对质。老妈见事情败露，坦白说，早在40年前，他去爱尔兰度假时，和一个叫米奇的小混混发生了一夜情。皮特发誓要找到米奇，当即就带着小布前往爱尔兰。另一边，饺子的占有欲越来越膨胀，他把爸妈的卧室翻了个底朝天，什么手表、项链都据为己有。不管路易斯怎么劝他都不听，甚至还把珍珠项链扯断了。路易斯忍无可忍，一个大逼斗打在了饺子的屁股上，饺子顿时被打懵了，哭得那叫一个凄惨，从此有了心理阴影，把路易斯幻想成了恐怖的妖怪。他只要不听话，就会被按在地上狠狠摩擦。恐惧和羞辱感深处，饺子意外地发现还有一种莫名的快感。我操，抖 M 属性觉醒了呀！从此以后，饺子满脑子都是如何惹怒路易斯，让他赏自己几个大嘴巴子，最好再玩点攒劲儿的节目。可路易斯对他的忍耐度一向非常高，过去那么多暗杀计划，还有各种辱骂、抽嘴巴子，他都没当回事儿。现在想再逼他发飙是非常困难的。他恳求慈悲的母上大人逼他穿女士紧身裤，朝他的眼睛里撒灰，用酒瓶子爆他的菊花。最后饺子忽然惊觉，我操，老子真是翻了个大病。镜头一转，皮特和小布已经顺利飞往爱尔兰。
他一路顺着酒香摸进了酒馆，向酒保打探米奇。酒保对米奇再熟悉不过了，那可是全镇最能喝的老酒鬼。不过在这里，酒鬼反而是褒义词。很快，一个大胡子模样的皮特就钻进酒吧，看着轻松惬意的模样，好似回到了娘家。皮特对米奇说了自己的身世，米奇不出所料的没有承认，还以为他是来要钱的。皮特说他不要米奇1分钱，只想让亲生父亲承认自己，因为养父把自己当成了一坨屎。眼瞧米奇油盐不进，还要让他滚蛋，皮特决定用爱尔兰的方式解决问题，他要和米奇拼酒量。此话一出，全酒吧的酒鬼都来围观，俩人你一杯我一杯。皮特问米奇为何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他的儿子，米奇嫌皮特长得太肥太丑，不像电视里看到的美国人。皮特说他这模样才是原汁原味的美国人，电视里都是假的，他们国家公民的肥胖率可是相当高。最后，米奇先皮特一步倒下了，被人用冷水泼醒后，这对父子终于相认。米奇无比自豪地表示：“小酒鬼喝翻了老酒鬼，他们家后继有人啊！”皮特遛着娃跟朋友打高尔夫，可谓是家庭娱乐2不误。本来玩得挺开心的，无奈倭瓜男一没打好球就乱发脾气，典型的狂躁症玩家，搞得大家都乐不起来了。回家后，皮特发现饺子熟了，从白娃变成了黑娃，他这才想起自己忘记给饺子涂防晒霜了。饺子看到镜子里自己的新肤色后，意外的非常喜欢，认为自己这是健康的小麦色。饺子从此爱上了日光浴，白天晒不够，晚上还搞了台日光浴机继续晒，结果在里头睡过头了，一觉醒来人几乎都快熟了，脱了好大一堆人皮，脸上还长了皮肤癌。在医院的检测出来之前，饺子预感自己要忌了，写下医院清单让小布帮他完成。小布看在他可能会死的份上，就一一满足了，陪他去博物馆，陪他跳交际舞，最后还强打精神给他写临终遗言。饺子最擅长口若悬河，临终遗言写的就跟老奶奶的裹脚布一样，又臭又长。最后医院告诉他没事儿，小布只想掐死这小逼崽子。另一边，克瑞斯的报童事业遇到了大危机，镇上来了个新报童凯尔，发报速度非常快，直接抢光了克瑞斯的客户，连一直垂涎他美色的色老头都取消了订阅。失去了兼职工作的克瑞斯只好厚着脸皮再度向父母要钱。皮特和路易斯都鼓励他不要退缩，要勇敢地争取自己的客户。克瑞斯向凯尔抗议，结果这暴脾气的小子一拳把他揍翻。克瑞斯沮丧地回到了家里，皮特见儿子被打了，第一反应是嘲笑。路易斯说：“做个人吧你小时候也总被欺负。”皮特不由想起了上学时，有个傻帽天天脱他的裤子。一想起憋屈的往事，皮特的火气就上来了。他亲自去凯尔家找那臭小子讲道理，结果这家伙蛮不讲理，见面就好似疯狗一样，把皮特的祖宗18代骂了个遍。皮特冲上去就把这傻帽按在地上打成了猪头。打完人后，他也心虚，跳窗逃回家，装成没事人。凯尔的爸妈不一会儿就上门来算账了。路易斯觉得皮特的做法太混账了，几十岁的人了，怎么能打小孩呢？滥用暴力是不对的，他就逼着皮特去给凯尔道歉。挨了一顿打后，凯尔说话都客气起来了，还问皮特打得爽不爽。他最喜欢这种欺负别人的快感。皮特听完这番话也陶醉起来，从此开始在家里胡作非为，把家人和邻居们整了个遍。最后大家忍无可忍，他被路易斯一骂，忽然醒悟自己现在的做法不就跟当年欺负他的傻帽一样吗？屠龙者终成恶龙啊！他思来想去，决定去揍那个傻帽一顿，以报当年脱裤之仇。结果转到人了才发现对方已经是残废了。皮特不管那么多，让克瑞斯跟他一起动手，这叫上阵父子兵。克瑞斯良知未泯，不愿对残疾人动粗，他劝不住老爸，眼看皮特的拳头就要揍上去了，情急之下，克瑞斯一拳将皮特揍翻。克瑞斯说他知道老爸是想教他如何对付流氓，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对付老爸。皮特挨揍之后幡然醒悟，承诺以后不再捉弄别人，喝醉酒的时候不算，另外欺负梅根的时候也不算。